2022年12月10日，卡达教育城球场，中场哨响的那一刻 ，Cristiano Ronaldo 低着头走向球员通道，镜头追着他，他没有停下来，眼眶是红的。葡萄牙被摩洛哥1-0淘汰，1/4决赛止步。他37岁，而那个他最想要的东西，又一次从指缝间溜走了。他的 Instagram 账号有超过67200万个追踪者，不是某个领域最多，是整个地球上所有活着的人里最多，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多，比任何一位歌手都多，比任何一位演员都多。地球上每12个人就有1个人追踪他。他赢了5座金球奖，他在欧洲冠军联赛攻入了140球，这个数字至今没有第2个人能接近。他在职业生涯中进了超过970球，为他的国家队出赛226仗，攻入143球，这2项都是世界纪录。一个人做到了这一切，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一座世界杯。Cristiano Ronaldo 出生在葡萄牙的马德拉岛，一个漂浮在大西洋上的小岛，距离欧洲大陆要飞将近2个小时。他的父亲 José Diniz Aveiro 是一间小球会的器材员，薪水微薄。家里4个孩子 ，Cristiano 是最小的。他们住的房子不大，但马德拉的孩子不太计较这些。他们踢球，从清晨踢到天黑。Cristiano 从小就比别人更想赢，但在他15岁那一年，他的身体告诉他等一下。那时他已经进入里斯本体育会的青训，所有教练都看到了他的潜力。但有一天训练后，他的心跳加速，一直停不下来，诊断是心搏过速。他的心脏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在赛跑。不手术这个问题会一直跟着他，甚至威胁他的运动生涯。手术在早上进行，下午他出了手术室。几天后，他回到训练场。那一次他没有选择停下来，往后每一次他也没有。2003年夏天，曼彻斯特联队来里斯本打了一场季前热身赛，对手是里斯本体育会。曼联的球员跑完比赛，直接去找总教练 Sir Alex Ferguson 说：“那个17岁的孩子，你一定要签他。”曼联付了1200万英镑 ，Cristiano Ronaldo 离开马德拉岛，登陆曼彻斯特。刚到英超时，他被认为太花哨，踩单车、过多的假动作、射门时机不够成熟。英格兰的踢法不是这样的，但 Sir Alex Ferguson 保护了他，而 Cristiano 用成绩回应了这份耐心。2008年，他带领曼联拿下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并在莫斯科的决赛互射12码战中击败了切尔西，夺得欧洲冠军联赛冠军。那一年，他赢得了人生第1座金球奖，他23岁，而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2009年，皇家马德里用9400万欧元买走了他，当时足球史上最高的转会费，打破了世界纪录。在皇马的9年，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王朝。他在皇马攻入超过450球，是这家俱乐部史上最高纪录的射手，4次站在欧洲冠军联赛颁奖台上，2014、2016、2017、2018。加上曼联时的2008，他共捧起了5座，并在这项赛事中攻入了史上无人能及的140球。但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人始终和他并肩出现在所有的讨论里 ，Lionel Messi。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足球的世界几乎只有一个问题 ：Ronaldo 还是 Messi？ 他们轮流拿走金球奖。Ronaldo 拿走的年份 ，Messi 是第2名。Messi 拿走的年份 ，Ronaldo 是第2名。没有其他人能长期插进这个对话，他们把彼此逼到了人类运动员几乎不可能抵达的高度，然后继续往上推。这场对决让2个人都变得更伟大，但在世界杯的草坪上，他们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Cristiano Ronaldo 对葡萄牙的爱和他对赢球的执念是同一件事。2006年德国世界杯，他第1次踏上大赛舞台，
葡萄牙打进4强，准决赛0-1不敌法国，获得第4名。他看见了可能性。2010年南非16强碰上了同一个伊比利半岛的邻居西班牙，0-1出局。2014年巴西更惨，小组赛首战对上德国，0-4。虽然之后扳回一城，最终仍在小组赛被淘汰。那一届他一个人扛不起整支球队。2018年俄罗斯，他在小组赛对西班牙一人打进3球，令人叹为观止。但16强遇上乌拉圭，葡萄牙1-2落败，再次出局。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不同的方式让他早早回家。2016年7月10日，巴黎法兰西体育场决赛，葡萄牙对法国，在法国的主场面对法国的球迷。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 ，Cristiano Ronaldo 和法国球员接触后倒地，膝盖韧带受伤。他试着站起来，又倒下去，再试，再倒下去。他被换下了，但他没有离开球场边，他坐在边线，拄着拐杖，对着每一个进出球场的队友大喊。挥手指引战术，他的眼眶红着，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太想赢。延长赛第109分钟 ，Eder 的一脚远射，球从门将手边穿过，进了。葡萄牙欧洲冠军 ，Cristiano Ronaldo 没有踢完那场决赛，但那个冠军有他的一部分。世界杯从来没有给他这种幸运。2018年，他以1亿欧元转会意大利豪门尤文图斯，继续证明自己。他在意大利赢了联赛冠军，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不再是他主角的舞台。2021年，他回到了曼联，一种致敬，也是一种重新开始的尝试。但曼联那段时间的状态让人难以承视。2022年底，双方解除合约，接着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阿尔纳塞尔。年薪数字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但那是另一个联赛的世界。他仍在进球，仍在保持状态，而每个人都知道他在等什么。他在等2022年的卡达。卡达世界杯，葡萄牙一路从小组赛挺进，16强对上瑞士，教练 Fernando Santos 做了一个震撼决定，让 Cristiano Ronaldo 从替补席出发。21岁的 Gonçalo Ramos 先发，打进帽子戏法，葡萄牙大胜6-1晋级。全世界分裂成2个阵营，1/4决赛对手是摩洛哥。那一天球场的气氛很安静，不像平常的葡萄牙比赛。摩洛哥的防守让葡萄牙找不到节奏。下半场 Cristiano Ronaldo 被换上，中场0-1。非洲球队历史上第一次站上世界杯4强。而葡萄牙出局了。Cristiano Ronaldo 走出球员通道，低着头，眼眶红着。那个画面在全球社群媒体上被分享了几千万次，不是因为什么丑闻，而是因为那个画面里有一种让人看了就停下来的东西。一个已经拥有一切的人仍然在哭泣，因为那个他没有的东西。而就在同一届世界杯的决赛，那个陪了他20年的名字站上了颁奖台。Lionel Messi 在2022年的卡达率领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2个人用整个职业生涯彼此较劲，把对方逼到人类的极限。但在那个最重要的舞台上，命运给了他们截然不同的结局。至少目前是这样。Messi 有了那座奖杯 ，Ronaldo 还没有。但这里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就在那个哭泣的夜晚，他的 Instagram 账号依然是地球上个人追踪数最多的账号，超过6亿7200万人选择了解他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次他更新一张训练照，一张家庭合影，一张站在球场边的侧影，那张照片在24小时内的触及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他的个人品牌 CR7 从内衣到饭店是一个完整的商业帝国。他不只是一个球员，他是一个现象，一个从葡萄牙一座大西洋小岛走出来的孩子，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有辨识度的人类脸孔。在足球以外的世界，他早就赢了，但他还是要回来踢球，还是要站上那块草坪，因为那座奖杯，那个他心里最深处的缺口，不是任何商业成就可以填满的。
2026年北美世界杯 ，Cristiano Ronaldo 41岁。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位顶尖球员在这个年纪仍然站在世界杯的草坪上，但他在。人们问他为什么还不放下，但或许问题从一开始就问错了方向。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人从15岁的心脏手术台上爬起来，用了将近30年，亲手建造了一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职业生涯。他赢得了几乎所有可以赢的东西：5座金球奖、5座冠军联赛冠军、970球、6亿追踪者。他剩下的不是任何统计数字可以解释的执念。2026年对他来说，或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也或许只是一个继续做他这一生最爱的事情的理由。命题从来不是他够不够强，他早就已经证明了。我是 Pitch， 球场有好的故事就会更新。如果你对这种足球故事有兴趣，欢迎订阅与追踪。我们下集见。